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对我来说是比较煎熬的。大家从我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就是莫名其妙得了病毒性的咽炎。本身是有一些慢性咽炎的，但是在北京的时候几乎很少在发作了。每天凌晨会因为嗓子痛醒，但是白天又还好。目前呢，就是嗓子不会痛了，但是声音是这样，咽炎还在持续。不要轻易的相信社交媒体上吃什么药就会好。我觉得还是要让医生好好看一下，确定是什么问题。好，言归正传，既然我是一个护肤博主的话，那我还是想要更新护肤的内容。虽然没有什么精气神，但是已经又断更了一阵子。今天就想讲一下我蛮长一段时间用的老话题：日间护肤跟夜间护肤。那么今天是日间护肤的部分。碍于嗓子的关系，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首先是洁面的部分，晨间洁面呢，我一般会用到这两个产品啊，当然不是一起用的，用一个就可以了。DDG 呢，它是含有水杨酸跟果酸的一款带有卸妆功能的啫喱啊，然后它是低泡沫的。以前我用过旧版，这个是新版的。徒手使用的话，其实泡沫不会很绵密，你用起泡网它其实也是能够打出不是特别绵密的泡沫，洗感也是很舒适的，没有太多的紧绷感。DDG 所有的产品呢，都是那种看起来非常成分派，但其实它是偏温和一点的，尤其对于油性的男性皮脂比较厚的皮肤来说，适当的在夏季用这种带有酸性的洁面，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的缓解。因为油脂过多造成你容易长痘痘，所以清洁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右边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赠品来着，来自于资生堂22年创立的一个男士品牌，叫 Sidekick。试客呢，其实是一款按压式的洁面泡沫，在用之前摇一摇。现在的日系洁面呢，已经不完全是以前纯皂基的印象了，它也用到多种的表活，比如说去脂能力很强的 SLS， 也有氨基酸的表活。比较绵密细软的泡沫呢，对于男性而言，如果你早上有剃须的需求呢，在这个泡沫上面来进行使用的，有很好的缓冲作用。试客本身带有这种淡淡的柑橘香，洗后的肤感呢又是非常的洁净不紧绷，所以在一早使用其实是让人非常精神振奋的感觉。因为我是油皮，所以我的头发也是非常油的。一直以来早上都会有洗头的习惯。之前有介绍过这款馥绿德雅的小绿珠，现在已经空瓶了，所以替换它的呢是这个小白珠。我以前应该说过，就是头发其实没有那么的娇贵，虽然头部的皮肤也是皮肤，但是和面部的结构还是不太一样的，只要稍微对它好一点，它就会回报你。我个人觉得这两款洗发水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油性头发的，然后它都有精油的成分，所以气味非常的疗愈啊。馥绿德雅的洗发水啊，至少我用的这两款，它们如果没有护发素呢，是有一点点涩感的，这样就很适合油皮，因为我们男生头发短不需要用护发素，用这两款洗发水的话，去油能力比较好。接下来就是洁面的第一步，如果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知道我比较喜欢基底精华，最近在用的就是雪花秀的新款。很早以前韩妆正当红的时候，我就用过雪花秀的这个润燥精华，现在呢已经是第6代。在这之前呢，我觉得雪花秀不太适合油皮，作为一款基底精华来说，还是有点太滋润了。新版就明显考虑到更多的受众，所以它其实是很清爽的这样的一个质地。透明的凝露状，瞬间就会吸收，和奥尔滨的基底精华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在于它的润感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对于夏天来说啊，真的使用感会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在成分上也有升级，它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健康。这款精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雪花秀的革新，比如说特别明显的汉字已经被挪在很角落的地方，它更加的ins化，
也更加的欧美化。这个白瓷瓶的新版的包装，我个人是蛮喜欢的。说到这个包装，我想注意一下，就是我最近有留意到一些 C 店，在清这款精华雪花秀的旧版其实是有出一款白瓷的限量瓶的。如果它是白色的瓷瓶，并不代表它是新版的，就一定是这样的包装。雪花秀的字在这边，它才是第6代的新版。而原本的那个白瓷瓶呢，它只是旧版的限量版。如果你是喜欢老版雪花秀的，你就可以买啊。如果你是想要试新版的，喜欢清爽质地的，那就千万不要买错了，因为它们并不是一样的东西。这款精华很多大佬都在强调它的新科技，但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可以让你的皮肤屏障稳定，目前来说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明显，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让你角质层浸润渗透的基底精华来用，我觉得会更加好。说到保湿性，我就要提到韩国的另外一款产品秀雅涵，因为雪花秀也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就把它也打开了，正好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秀雅涵的这个精华呢，挤出来会明显的比雪花秀要灼感，所以它的质地其实是更润的。我觉得秀雅涵在质地上更胜一筹，既做到了基底精华我喜欢的清爽性，它又有即时非常强的浸润性，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的这种保水度感觉瞬间提升了很多，深层滋润，但是又不会让皮肤有负担。这2款精华好像都是主打维稳屏障以及有基底修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有一点点抗初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性价比上秀雅涵明显的更好，当然美貌度上雪花秀的新版升级的确是非常值得拥有。接下来呢是化妆水，最近比较多使用的呢是这2瓶，米基呢也是618的时候买的，其实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对于有一些敏感的皮肤来说，特别推荐含有神经酰胺的成分的化妆水，真的用起来会很舒适，无论是医美后还是皮损还是有炎症，你都会觉得这种真正深入到皮肤里有明显润感，就提升你自我肌肤修护能力的化妆水做得很好。SK2 神仙水它是接在我刚才米基的水之后用的。对于 SK2 我想这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产品了，在之前呢我也是纯粹当油皮夏天的化妆水来使用的。我有看到别的博主科普，就是我们可能都知道它是一款水状的精华液，但实际上它是带有一定的剥脱性的，所以它其实更加适合用于普通化妆水之后，就是你要把它当精华用。我比较喜欢 SK2 以前的广告语就是晶莹剔透，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肉眼能够见到的。作为一个老牌的日系啊，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个品牌，但是 SK2 也是特别的因人而异，因为我亲眼见过2个案例，是来自于我的朋友和我以前的同事，他们都是那种长期皮肤粗糙的，使用了 SK2 之后，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细腻，你甚至都觉得他们是做了什么医美嘛。所以 SK2 的改善，如果你用过1-2瓶都不太明显的话，也许这个品牌就跟你不是很契合。因为用了 SK2， 所以我的精华呢也是搭配了这款红色的小灯泡，按压的设计呢，然后直接上来就是满满的这个精华，蛮有硅感的，属于不油也不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我本人是第一次用 SK2 的小红瓶，对于它以前的描述就是它好像对毛孔的效果特别好。曾经见过我一个混干皮的朋友，以前是没有毛孔的，随着岁月他脸上会出现一些毛孔在他的鼻头上，然后他就是用了整组的 SK2， 包括这个小红瓶以及大红瓶的面霜，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有天突然发现它的毛孔变得很细。对于护肤品无法改变毛孔的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可能毛孔的类型
会不太一样，效果也不太一样。我是更多是出油造成的毛孔粗大，我觉得不是特别明显，但是皮肤是有变细的，可能因为我毛孔太大了吧。而我的朋友他是因为老化下垂造成的毛孔，我觉得整组 SK-II 用了蛮多套之后，他脸上的效果是蛮明显的。我自己这次用小红瓶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隔天的那个红会很不明显。这瓶精华在给我的惊喜上更多的是在修护上。白天的时候上班，所以我通常护肤都是快速而简单的。接下来呢就是眼霜的部分，目前在用的眼霜呢是这2款，一个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雅诗兰黛最高端的这个冰川系列，它是有眼部精华油和眼霜2个组成部分的。我这里想讲一下，就是如果说捡到这种白菜，尤其是近效期的白菜，以后还是尽可能的不要选择油类的产品，因为油真的会氧化。我不确定功效如何，但是这个油它现在给我的使用感就是它有蛮明显的那个油哈喇子味儿，本身原来我记得那个淡雅的香味已经完全消失了。然后这个油如果我涂在眼周的话，其实会造成熏眼睛，所以我几乎没有再用了。但眼霜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刚刚好的这个滋润度，灵动的质地。雅诗兰黛在眼霜方面一直都做的质感很让人满意无论从蓝莓还是基础的这个白金，再到这个高端线我觉得它的深度滋润力以及这个油脂平衡上做的是非常好的。可能因为到了一定年纪我觉得尽管是油皮，在眼霜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它是恰到好处的滋润度的因为眼部真的很容易衰老，细纹是很容易诞生的，甚至于你可能一段时间的减肥造成这个脂肪的流失，它也会立刻细纹跑出来，所以能够长久滋润是我选择眼霜的一个标准。这个也是和雅诗兰黛有关系的。朵梵这一款旧款的眼霜也是这个系列的高端。我对朵梵的印象说实话一般，我目前拥有朵梵呢有2个单品，一个就是这个眼霜，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院装的唯一适合油皮的油。说实话，朵梵也和大多数的那种发系的芳疗品牌一样，就只是舒适，没有看到特别肉眼可见的效果，所以这个油后来我也没有再用了。眼霜呢，我倒是空瓶了，已经用完了。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的清爽，而且是有一点点吸收很快的感觉，就是你涂抹上去立刻就吸收了，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干涩感。所以它比较适合白天，就是有些人喜欢白天不要涂太滋润的眼霜，可能会影响它的妆容。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觉得朵梵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很多达人特别喜欢朵梵，我目前来说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给我感觉特别高效的品牌。眼霜之后呢，就是收尾的乳液或者面霜，用到的是这2个产品，会随我的心情来使用。SK-II 呢就是成套搭配使用了，我买的是清爽版，这个大红瓶呢是旧版，最近好像是升级了。需要说明呢，就是 SK-II 的大红瓶其实它是乳液，就是看这边的英文 lotion， 看它反面的这个日文汉字写的 Bio Nueki， 就是美容乳液嘛，汉字大家都能看得明白。所以其实大红瓶不是一个面霜来着，它就是一个滋润程度还不错的乳液。质地其实看起来是蛮醇厚的，并不是那种特别水唧唧的乳液，尽管是清爽版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你要把它理解为凝乳，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对于清爽版来说，其实即便我在脸上涂蛮多的量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但是你推开你是能够感觉到它是有滋润度和以及一定的密闭度的。如果是一个暗沉油皮我觉得效果应该是会让你满意的。而这款像牙膏的啫喱面霜呢，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资生堂 Sidekick 的男士的复合精华平衡啫喱。这个啫喱做的很有意思它是好像慕斯状的
啫喱，涂上脸其实有蛮明显的这个硅感，但实际上它是不含硅的，所以它不会有搓泥的问题啊，至少在我脸上我是没有搓泥的问题。涂上脸有一种沁凉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而且涂完是亚光的。资生堂的男士系列呢，其实有好多个系列是根据肤质来分的。这款绿色的啫喱呢，明显是为油皮准备的，所以它可以有一定隐翳毛孔以及控油的效果。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夏天想要找一款舒适的乳液，你是一个油皮的话，非常的推荐。我好像也是618的时候买的，有合适的价格，算下来其实蛮便宜的。乳液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日常护肤的最后一步，就是防晒了。那因为防晒的产品我基本上都单独介绍过了，这里就不细说了。好，以上就是日间护肤的步骤。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下次我们来说晚间护肤。